一个小印度村庄的社区对一只大象的行为感到惊讶。这只大象坚定地挖着一个洞，表现出近乎痴迷的决心。但11个小时后，大象从洞里掏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整个社区都震惊地倒抽一口冷气。在2015年，60头大象从印度东北部出发，经过这座城市，展开了一次奇妙的旅程。许多查特拉县的村民熟悉经过他们村庄的象群，通常这些温和的巨人只是横穿村庄，寻找水源、食物和栖息地。但那一天，其中一头大象突然停在村庄边缘，大声吼叫，然后开始疯狂地在地面上挖洞。象群继续前行，成功穿过了村庄，但没有立即离开。他们似乎不确定是等待他们失踪的成员，还是将其留在后面玩泥巴。很快，大象被确认为一只成年雌象。如果它是一只小象，村民们可能会认为它只是在玩耍，但由于它已经足够大，可能已经是母象，他们对它异常的行为感到困惑。大象是好玩的生物，但看到一只成年大象如此狂热地挖洞，仍然很奇怪。然而，村民们耸耸肩，继续过着他们的生活。尽管这个场景很奇怪，但他们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处理，而不是盯着一只疯狂的大象。几小时后，村民们开始担心，为什么大象如此猛烈地挖洞？它一直没有停下来。他们从站立的地方看不到任何异常，所以他们无法理解它是在挖掘还是隐藏。他们唯一知道的是，他已经挖了5个小时，看起来并不打算停下来。不幸的是，他工作的地面又泥又脆，他挖的洞不断坍塌，他在进行一场不可能的战斗。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然而，他对泥泞田地中一个地方的不懈关注引起了围观者的好奇和关注。他为什么与群体分离？这块土地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大象的行动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人类观察者并不能立即理解。村民们专心地观察着，有些人推测大象可能在寻找水源，或者它可能身体不适，还有人想知道地下是否埋藏着它试图到达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场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快，甚至来自邻近地区的人也来观看大象神秘的努力。然而，他们仍然保持着安全的距离，不愿惹恼已经处于激动状态的大象，以及他所在的其他成员。他们仍然在村庄的边缘闲逛。雌象对任务的专注以及它系统的移动和探索大地的方式表明，它的行为背后驱使着不只是随意的心血来潮，就像它正在执行一项使命，决心揭示一些重要的东西。村民们最初的敬畏感慢慢变成了一种共同的期待和关切。地下是否有什么遗漏之物？他们每天行走的土地下面藏着什么？大象会发现什么？他们应该害怕吗？随着大象不知疲倦的工作，情况变得更加神秘。最终，他将泥泞田地的一部分变成了一个相当大的沟渠，用他的鼻子进行精确而有力的挖掘。他似乎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所驱使，不受疲劳或人群围观的困惑眼神的影响。大象偶尔停下来，从他挖掘的沟渠中退后一步。这些休息的时刻很短暂，只是让他喘口气，然后重新开始辛苦的挖掘。他努力工作的强度是可以感觉到的。他疲惫时的表现引起了旁观者的同情。他们只能猜测造成这种坚定的专注的原因。他疯狂的挖掘持续了更长时间，很快就过了9个小时。村民们已经去工作了，开始回家。他们震惊地发现，大象还停留在他们早上离开它的地方。最初只是出于好奇，村民们发现自己深感担忧和好奇。大象已经挖了这么长时间，
以至于大部分象群已经继续前行了。大约在10个小时左右，只剩下3只大象仍然在村庄边缘徘徊，不时向他投以不确定的目光。他们似乎不愿意把他丢下，但同时又渴望继续前行。但他并不在意，从日出到日落，他不停地挖掘。最终，在经过了这么多个小时后，村民们知道他们必须干预了。大象绝对不是在玩耍或浪费时间在一些愚蠢的事情上，他很沮丧，很疯狂，而且显然他需要帮助，因为他的象群似乎不愿意或能够支持他，所以村民有责任尝试帮助他。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进，以防大象过于紧张而不欢迎他们的存在。然而，他并没有理会他们。当他们终于靠近时，他们明白了原因。在大象不知疲倦地挖掘的坑里，他们发现了一只小象被困在深深的泥潭中，无法自救。他们是对的，雌象已经足够大，可以当母亲了。当他们看不到小象跟在它后面时，他们应该知道有什么不对了。现在小象被困在泥潭中几乎11个小时了，而它的母亲则站在上面，拼命地试图将它拉出来。母象的挖掘并非徒劳无功，它一直在为了拯救掉进可能是一个看不见的裂缝里的泥浆中的小象而奋斗。这一认识如波浪般击中了村民，社区的恐惧迅速转变为共同的帮助愿望。他们收集了工具，并开始协助努力，与大象一起小心翼翼地清除困在泥浆和碎石中的小象。开始时，大象似乎不愿让人类接近它的宝宝，然而当它注意到他们的行动正在减轻它的负担时，它允许他们更靠近了。一些村民用铲子将泥土从坑的边缘铲走，确保它不会再次坍塌。而最勇敢的人开始在小象周围挖掘，试图将它的腿从泥浆中解救出来。随着人类和大象一起工作，救援行动开始了新的转折。村民们使用铲子和桶加速进程，而母象则用它强大的鼻子帮助。不幸的是，妈妈象实际上让情况变得更糟了。它挖得越深，小象就越被推到泥浆洞里。因为它疯狂而不精确的移动，村民们知道，如果他们不介入，小象最终会窒息而死。所以他们决定用其他办法。他们首先开来了一辆香蕉卡车，想吓走母象。一个叫贾恩德拉托阿里的村民开始录制救援的视频，知道这将很快成为历史。当卡车接近时，母象发出了一声大而绝望的喇叭声，传达了它深深的遗憾，因为让人类接近它的宝宝。然而，当卡车靠近它的腿时，它被迫逃离现场。它蹒跚而疲惫地跑开了，为其他村民留出了空间，继续救助小象。当他挖掘时留下的3头大象，在看到卡车追赶它时，发出了响亮的喇叭声。他们显然很不安，试图干预，但幸运的是，更多的村民带着自己的卡车、摩托车甚至自行车飞驰而来，阻止他们干扰。他们在大象和村庄之间形成了一个保护屏障，有效地将这些巨人困在外面，让他们的同胞继续挖掘。一旦清除了困住小象的所有泥浆，村民们发现他们面临另一个紧迫的问题：他们将如何把它从坑里取出来？即使是小象，小象的重量也超过了他们所能举起的重量。即使他们全力合作把它推出去，这也是只有另一只大象才能做的工作。于是，他们示意卡车上的村民离开它，希望它会直接跑回坑里，能够用鼻子抓住小象。当它再次接近坑边时，它不断地大声喇叭，向小象发出信号，告诉它来解救它了。当它走到它身边时，它在洞边犹豫了一会儿。
仿佛在思考他的宝宝如何在没有他的情况下从那些泥浆中挣脱出来的。他的眼睛扫视着仍然站在坑边，手里拿着铲子和桶的村民，他的耳朵在认识他们的努力后颤动着。经过11个小时的挖掘，并在香蕉卡车驱赶下远离人类后，这只母象终于用它的鼻子抓住了它的宝宝。几次拉扯之后，它终于把它的小象拉回了身边。小象筋疲力尽，但还活着。当它与母象团聚时，村民们不禁感到一种深深的宽慰和喜悦。母象用鼻子轻轻地碰了碰宝宝，用鼻子检查它。在远处留下来的3头大象在它挖掘时发出了响亮的喇叭声，为母子团聚而欢呼。然后母象再次转向村民，用无声的目光向他们表示感谢。曾经对挖掘大象心存警惕的社区，现在以新的眼光看待它，理解了驱使它拯救它的小象的强大本能。村民们心中充满敬畏，看着母子慢慢离去。当他们步入落日时，村民们注意到最令人心暖的举动：母象和小象正用它们的鼻子交织着走。这一景象几乎太美好了，令人难以置信。与此同时，其他大象群开始返回，他们感觉到危险已经过去，是时候重新团聚了。大象们聚集在母象和它的小象周围，轻轻地吹响着欢乐和解脱的歌声，就好像他们正在庆祝家庭中最年幼成员的成功营救。村民们观察到其他大象是如何用鼻子轻轻地触摸小象，欢迎它回来，并确保它一切安好的。在这个团聚过程中，他们获得了心灵的平静，见证了大象作为家庭的强大力量和他们的爱，思考着团结和同情的教训。大象展示的这些特质使村民们与周围的环境建立起了更深层次的联系。当贾恩德拉托阿里拍摄的敢于救援的视频在网上走红时，全世界向他们表示感激，赞扬每一位冲到大象身边提供援助的男男女女，展现了对自然及其所有居民的深深的爱。参与这一非凡日子的人们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故事将在人们的心中流传下去，成为他们向未来一代讲述的故事，证明了在面对逆境时，我们只能依靠合作和善良。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故事！听完以上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吗？你对大象展示出的深度智慧感到惊讶吗？你会帮助它挖出小象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赞、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以上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下个视频见。